见过把好朋友当好利友直接吃掉的神奇种族吗？一切起因于这团诡异的黑云。绝景的恩师水野博士奉命调查云团背后的秘密，结果名为神眼的探测器刚发射进去，博士和漂亮的姐姐刚准备半场开香槟，结果突然一双恐怖的眼睛夹杂着瘆人的咆哮，直接糊脸啊！小时候差点吓哭了。一切都定格在博士那张惊恐的脸上，伴随着龙骑 OP 破镜般的转场，箭头来到了岁月静好的绝景脸上。可惜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个悲伤的消息。云团的资料出来了吗？哎呀，我还真羡慕水野博士，这么一来，他的假设说不定真的会被证明啊！回应这番话的是队员们的沉默，而后绝景得知了恩师的探查机失联的噩耗，一向脾气极好的他罕见的爆发出了悲愤的怒吼：不可能！原来这个云团很可能是名为闪电人种族的巢穴，这种生物一般只生活在电力层，但这次却一反常态。还没等绝景说完，另一边探查情况的王牌飞行员大谷加1号小燕子的组合啊，那懂的都懂了，直接毫不意外的被这团云吞了，并且直接失联，然后就开启了这节骨儿的挂机之路。随着绝景冷静下来，想到了神眼探测器用的是卫星信号，因此可以跨过电磁波的干扰，果然看到了闪电人的雏形以及他恩师飞机的残片。而后云层化简，减落大地，你的小可爱加佐特堂堂初登场。哇，它甚至还是标准的真倒三角形身材。这里依然夸一下怪兽的皮套质感，各种褶皱与阴影做的相当逼真，包括这个口腔的湿润感、牙齿的不规则排列以及颜色等，都相当有真实生物的特征。而我一直觉得加佐特这种类似于婴儿啼哭的叫声非常的诡异，很符合怪兽2字的定理。而就在历程组合与加佐特激情对战之时，绝景已然分析出了闪电人变异成加佐特的原因，就是人类过度使用电磁波导致电离层出现了问题。闪电人不仅被夺走了家园，更是产生了这样的恐怖变异。此时他压制住了个人情感，重新变成了那个胜利队的绝哆啦 A 梦景，拿出了泛语言翻译机与怪兽对话。队长，水野博士是我的恩师，他教了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空想是美好的。我想继承老师这个遗志。或许这只是绝景从老师那里继承来的美好空想，但不试试又怎么会知道呢？认真起来的绝景很帅。而怪兽那边已然开始进攻城市，人们在怪兽阴影下的慌乱被这个散落的玩偶娃娃展现的淋漓尽致。然后在星辰 buff 的加持下，小燕子2号果然还是难逃寂寂的厄运。另一边绝景成功翻译了加佐特的语言，成功了啊，这声音还挺可爱的。而当绝景试图隔着机器和他沟通之时，加佐特懵了，不是气懵了家人们，这谁在说话，给孩子整得一愣一愣的。因此绝景决定直接上前线和怪兽线下见面。而此时的星辰刚给了怪兽一枪，紧接着就收到了绝景不要激怒怪兽的要求这有点汗流浃背了。虽然历程组合都反对绝景的计划，但是认真起来的绝景是很难被撼动的。让我去跟他对话吧。而一直惦记着大谷的丽娜，在她心中的声音似乎与大谷构成了某种超越普通信号的感应。这种情况在后续剧集仍有体现。作为这集主角的绝景，终于开始了与加多特的对话。他告诉小怪兽，我们是朋友，不要再互相伤害了。但是接下来怪兽说的话明明是那么天真无邪，但却听得人毛骨悚然。朋友，好吃。朋友，是加佐特的食物。兄弟你好香，但丽娜这边的攻击只能让怪兽挠挠痒痒 ，HP 减1。此时淡静的丽娜再一次爆发出强烈的情感，让大谷再一次接收到并且秒开战斗脸。迪迦从天而降，这回复合型可以说大放异彩，从头开始便一直处于上风，狠狠地压制住了加佐特，更是一发奥特光芒拳击特效拉满，直接给加佐特干趴下了。哎呀，我死了！然后迪迦就信了，我装的，结果直接来骗来偷袭，伴随着不知道给谁放着激昂的音乐，狠狠地咬住了迪迦的左臂。这应该也是剧中迪迦第一次流出光子血液，这货咬完了还一直说什么朋友，直接给迪迦干懵了，奥特委屈。毕竟挂机了一整集的大谷显然搞不明白为什么叫着朋友还如此对待自己。接下来便是放眼全剧都堪称比较顶级的空战，毕竟30年前那会儿有这种技术力很不容易了，这也是空中型出场很少的原因之一，毕竟时代技术限制在那，只能说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看着还是相当过瘾的。很快迪迦的手臂便恢复了，这个恢复的特效还挺传神。
但伴随着迪迦计时器的闪光，留给加多特的时间显然不多了。于是俩人干脆都摊牌了，直接中门对狙。迪迦一发闪光爆破，哦吼，这个特效有点小帅啊！紧接着加多特失去目标，然后迪迦便来了一记从天而降的掌法，给加多特直接创坠击。最后依然是兰帕尔特光弹收尾。这下是真美了，而夕阳之下，重新化为原始形态的闪电人缓缓升向了高空，但属于他们的故事才刚开始。回顾第二次接触，水野博士的第一次接触以悲剧收尾，而以绝景开启的第二次接触，虽然依旧不是一个好的结局，但却是人类向着未知同住在地球村的另一种高等生物第一次迈进。如果说贾库玛更多的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这一集就是更为尖锐的跨物种的矛盾，尤其是因为人类过度开发导致的其他生物的生存问题。别说是30年前，就算是现在也依然很难完美调和。但即便如此，绝景依然抱着希望与相信的初衷去沟通，这种尝试的态度和美好的愿望是必要的。正如绝景所言，空想是美好的，这也是迪迦希望传达给我们的思想。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一味的去强调黑暗，会丧失生命与科学的意义。更美好的愿景虽然可能依旧遥远，但热诚之心不可泯灭。人类固然在犯错，但也依然有很多人致力于保护与沟通之路。毕竟，即便恩师因加多特而殒命，但是作为老师遗志的真正继承者，在丽娜感叹闪电人的本体像天使一样之时，绝景也依然能够说出看上去真像。我真希望水野博士也能看到这一切。最后，这里是郭子的迪迦全集回顾与思考，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喽。